我爸常年在村里承办酒席，一桌只要500块。可有些回村的大学生竟污蔑我爸赚了村民99万黑心钱。城里酒楼的鲍鱼龙虾才199元一桌，你在农村办的酒席凭什么收500元？又这个死瘸子赚黑心钱！退钱！你这个死瘸子赚黑心钱！我一怒之下将我爸接回城里。从今天起，不再承接任何酒席。以后村里的酒席都由我来操办，有鲍鱼，有龙虾，只要199一桌。之后，苏婉居然跑到了我的酒楼下面，叫你们老板出来，我来找他谈个大生意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先订20桌，就要那个199的鲍鱼龙虾套餐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酒楼是我开的。爸，您年纪也大了，等忙完狗生哥这摊子事儿，就回城里给我酒店当大堂经理呗。你小子，我都跟你说我不去，你爸我在农村待习惯了，你那酒店赚的是钱，我这酒席赚的是情怀，咱俩不一样。我爸早些年被人看不起，在我小时候他就给队里当厨师，后面日子慢慢好起来了，就开始承包村里的酒席，等我能赚钱后就让他不做了。王叔，这次可多亏您了，要不是您给我设了这20桌席面，我这婚事怕是黄了。您老放心，等我收了领金，一定把钱给您补上，1分都不少。去忙你的去吧。酒席摆好后，许多人赶过来，现场好不热闹。然而临近中午，意外发生了。王叔，你们家心也太黑了，坑外人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乡里乡亲的钱都敢坑？大家都朝声音的来源望去，说话的正是村里的大学生苏婉。苏婉，你这是说啥胡话呢？我们坑谁了？苏婉，你在这发什么疯呢？狗剩哥，一桌酒席他们收你500，这不是坑你是什么？这不对吧？村里办席不一直都是500一桌吗？是啊，我家上个月嫁孙女也是这个价。你今天要是敢给我捣乱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狗剩哥，我不是来捣乱的，我是看不过去，想让大家知道真相。前几天我在城里请同学吃饭，那家大酒楼一桌子菜，有大龙虾，有鲍鱼。你们猜猜总共花了多少钱？那可是龙虾鲍鱼啊，俺长这么大只在电视上见过，那一桌怎么也得好几千吧？可不是嘛。我只花了199。众人震惊了，但我却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因为那酒楼是我开的。前几天苏婉请同学到酒楼吃饭，他那一帮同学看他是农村人，故意点了一桌子贵菜，想让他难堪。能不能打个折？刚好我当时在店里，看在同村人的面子上。您好，我们店今天有活动，您这一桌正好符合优惠条件，总共199元。我好心帮你，你却反过来砸我爸的场子。大酒楼一桌龙虾鲍鱼才199，他家凭什么收500？乡亲们有没有算过？一桌他赚300块，10桌就是3000块，一年少说接1000多桌，那就是99万呀！村民要种多久的地才能赚到99万？所以我作为村里的大学生，必须站起来为村民说话。村民们的脸色瞬间变了，看向我和我爸的眼神里都染上了恨意。我爸气得浑身发抖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你血口喷人！俺老王做了一辈子饭，从来没赚过昧心钱。现在猪肉多少钱一斤？青菜多少钱一斤？500块一桌，我几乎不挣钱，图的就是个热闹。你说我们赚黑心钱，总得拿出证据吧？你对餐饮行业了解多少？你知道成本吗？其实500块一桌，去掉成本，根本赚不到50块，全是辛苦钱。呸！谁会承认自己赚了黑心钱？你们别被他骗了！别忘了，我小时候可是在他家厨房帮过工的。他家的把戏我一清二楚。我这才想起他爸暴虐成性，他妈生下他就跑了。他哭着问我爸能不能给他一点剩饭。我爸一打听才知道，当时他要读书，可他爸却想用他换钱。我爸心疼他，就跑去和苏爸商量，让苏婉来我家帮厨。等他上大学那年，我爸还特意给他拿了5000块钱当学费。可现在看来，我们家当初真是帮错了人。他家的那些猫腻我清楚得很，我亲眼见过王六九偷偷躲在屋里数钱，厚厚的一沓全是红票子。你胡说八道，那是我儿子给我的生活费。没错，我每个月都会给我爸打钱。王十一，你一个人在外面能赚多少钱？这钱来路正吗？王叔，你看，这是恼羞成怒了。要是正经钱，你心虚什么？苏婉挺老实一个孩子，看着不像是会说谎的。王家这小子很少回村，这副样子看着也不像是好人。苏婉，那你拿出我家赚黑心钱的证据。我在酒楼吃的199块的鲍鱼龙虾就是证据，你开的豪车就是证据，
贪了钱，心虚送的礼就是证据，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他一番激情的演说下，村民们沸腾了。我上个月也找你家办席了，按照酒楼的标准，你要退我3000块钱，如果不赔钱，我们就砸了你家。如果你们敢动我家东西，我就报警了。那你报警呀！帽子叔叔来了，也会先抓你家这种黑心货。帽子叔叔从镇上下来至少要20分钟，到时候家早被砸干净了。李狗剩，今天砸的可是你家的酒席，难道你就看着他们这么干吗？狗剩哥，你婚礼那天我来给你操办宴席，200块一桌，鲍鱼龙虾一样都不少。你确定是200块？鲍鱼龙虾一样不少？那肯定的，如果我把你的婚礼搞砸了，那我苏婉就嫁给你。好，我信你。王叔，对不住了，你这席我不办了。李狗剩，你能再不要脸一点吗？这些菜钱和酒水你都没付钱呢，当初可是你求着我爸给你赊账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搞道德绑架这套呢？你心黑就算了，怎么还这么不要脸？不要脸！十一，我们走吧，这些全是你的心血，难道就让他们这样糟蹋了？我爸面无表情，眼神空洞的像一口枯井，我只能咬着牙扶着我爸一步一步的往外走。乡亲们，今天咱们是为民除害，以后可别再上当受骗了。可王大厨走了，咱们以后办酒席可咋办？大家放心，我在城里有路子，今后村里谁家要办酒席的，都可以来找我，我只收200块一桌。当天夜里，我就收拾东西带我爸回城。爸，你要是真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们就报警，把你那些东西拿回来，再告他们造谣诽谤。他们都胡搅蛮缠一辈子了，压根儿就不讲理。我们是不怕贼使坏，就怕贼惦记啊！如果不让他们发泄一炮，我怕他们发泄到人身上了。儿啊，我是怕他们人多势众，动起手来伤害到你。老板，有个神经病在酒楼门口大喊着要见你。哼，你不是说把李狗剩的婚礼搞砸了，你就嫁给他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。我冷静了下来，帽子叔叔从镇上下来至少要20分钟，到时候我家的东西估计早被他们砸干净了。于是我求助李狗剩。李狗剩，今天砸的可是你家的酒席，难道你就看着他们这么干吗？李狗剩闻言愣住，立马开口准备阻止，谁知苏婉却拉住了他。狗剩哥，你婚礼那天我来给你操办宴席，200块一桌，鲍鱼龙虾一样都不少。李狗剩连忙追问：你确定是200块？鲍鱼龙虾一样不少。苏婉得意的点点头。那肯定的，如果我把你的婚礼搞砸了，那我苏婉就嫁给你。李狗剩下定了决心。好，我信你。他转过头对我爸说：王叔对不住了，你这席我不办了。李狗剩，你能再不要脸一点吗？这些菜钱和酒水你都没付钱呢，当初可是你求着我爸给你赊账的。李狗剩闻言，心虚的不敢看我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搞道德绑架这套呢？你心黑就算了，怎么还这么不要脸？而另一边见李狗剩不阻拦，村民们就像疯了一样开始抢东西。我见状准备爆发，但我爸却拦住了我。十一，我们走吧。这些全是你的心血，难道就让他们这样糟蹋了？我爸面无表情，眼神空洞的像一口枯井。走吧。我只能咬着牙扶着我爸一步一步的往外走，身后是苏婉得意洋洋的声音：乡亲们，今天咱们是为民除害，以后可别再上当受骗了。可王大厨走了，咱们以后办酒席可咋办？大家放心，我在城里有路子，今后村里谁家要办酒席的都可以来找我，我只收200块一桌。现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。当天夜里，我就收拾东西带我爸回城，在车上我爸一言不发的发呆。爸，你要是真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们就报警，把你那些东西拿回来，再告他们造谣诽谤。我爸摇了摇头，声音里满是疲惫。他们都胡搅蛮缠一辈子了，压根就不讲理。我们是不怕贼使坏，就怕贼惦记啊。如果不让他们发泄一通，我怕他们发泄到人身上了。儿啊，我是怕他们人多势众，动起手来伤害到你。说完，他长长的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我以为这件事会随着我们的离开就此画上句号，没想到第二天酒楼的经理却来通知我：老板，有个神经病在酒楼门口大喊着要见你。我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和经理争执的苏婉。哼，你不是说如果把李狗剩的婚礼搞砸了，你就嫁给他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。老板，我上次吃的就是199块的套餐，有龙虾鲍鱼那个，不信我拿消费记录给你看。说着，他就把单子递给了经理。经理一看是酒楼的单子，面色有些为难，估计是看我不在，不敢做决定。我找你们酒楼做的可是大生意，我为了表诚意，先订20桌。你看你们酒楼那么空，一天恐怕接待不了20桌吧？经理一副看神经病的样子看着他，
因为我们酒楼走的高端路线，来吃饭的消费水平都不低，怎么可能每天都坐满？见经理不说话，苏婉急了。我今天订20桌，明天有可能就订100桌，你给打个折，150一桌怎么样？经理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小姐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150块，连我们酒店的汤都喝不到啊！苏婉闻言瞬间怒了。你胡说！我上次来你们酒楼吃饭，满桌子的鲍鱼龙虾，我就只付了199块。你可不能看我订的多就坐地起价，要不是看你家味道好，这种好生意怎么可能轮得上你？听到这话，我直接走了过来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找别家吧。而苏婉在看见我后，表情立马就变了。你还说没有坑乡亲们的钱，你看你都能来酒楼吃饭了。经理见状，连忙喊了我一声老板。苏婉听到后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，但片刻后，她的震惊就变成了愤怒。你家果真是在赚黑心钱，在大城市卖199块的菜，在村里却卖500块。你们就是欺骗没有文化的农民，你们这么黑心肠，可是要遭天谴的。他脸上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，但眼中却全是妒火。他说着说着，拿起手机就要报勾，说要告我们涉嫌欺诈。在等待帽子叔叔时，他还拿起手机开启了直播。经理想上前阻止，但却被我拉住了。只见他一脸正义地说道：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我实名举报我村里的王69一家，还有他的儿子王11，他们欺负村民没文化，骗村民的血汗钱。王69在村里骗钱，他儿子就在城里挥金如土，还用骗来的钱开了大酒楼。他说着就把摄像头对着酒楼拍了一圈。这时我也进入了他的直播间，只见弹幕纷纷刷屏，都在问到底是哪家酒楼，居然如此恶毒。这个酒楼叫……他抬眼看向我们的招牌，但却不认识那几个繁体字。经理好意提醒他，我们叫天宝大酒店。对，就是天宝大酒店。他们在城里推出的鲍鱼龙虾套餐只要199块，但是他爸在村里给村民办酒席却要500块，其中赚了多少钱可想而知。网友听到名字后讨论得更加热闹了，还有不少同城网友发言：天宝大酒店有199块的套餐，怎么可能？在他家订个包间都不止199块吧？村里一桌500块好像是挺贵的。楼上有点常识好不好？人家是酒水全包，餐桌餐具一条龙，500块已经够优惠了。眼看着观看人数越来越多了，苏婉也越来越激动了，她直接拿着手机把镜头对着我。王11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对着镜头，我立马吩咐经理把他之前的订单拿了过来，然后我边给镜头展示订单，边说：这位苏婉女士是我的同村邻居，几天前她在我酒楼请同学吃饭，一共花了5999块，但她没钱付账，算着200块钞票哭求服务员打折，服务员没办法就找上了我，最后我看在同村的份上，只收了她199块，结果她却小人得志，真以为199块就可以吃鲍鱼龙虾，还跑到村里砸了我爸的酒席，说我家赚黑心钱，今天又跑来让我们150块给他送20份5999块的订单，我们不愿意，他还想网暴我，到底谁才是黑心肠？我说话很快，苏婉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直播间的风向一下就变了，大家纷纷刷屏。第一次见网暴自己的，笑死了。这女的没事吧？199块想吃鲍鱼龙虾，这简直就是泼皮无赖。老板也真是遇到白眼狼了。苏婉见状，面容扭曲的对着屏幕骂：你们这些人懂什么？他就是赚了黑心钱，不然怎么可能开得起酒楼？我和他一个村的，凭什么他能过得那么好，我过得那么差？最根本原因就是他家黑了村民的钱，而我没有。他这一番话彻底激怒了网友，他的直播间最后直接被骂得封禁。后来帽子叔叔来了，我跟他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讲清楚，而且我有证据和监控，而苏婉的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我明确表示不接受调解，我可以不追究他诽谤的责任，但他必须补齐上次的餐费，并且公开道歉。在赔钱道歉和拘留之间，他最终选择了前者，但付钱的时候，他眼中却满是不服。我则吩咐经理好好送一下我们客户。到门口的时候，经理小声和苏婉说：姑娘，你还是识趣一点，现在199块怎么可能吃得到鲍鱼龙虾？更何况我们这可是大酒楼，不像对面那家一样用一些预制菜来骗人。苏婉听完后眼睛瞬间亮了。苏婉走后，前台突然走过来和我说11哥，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问你们怎么样了，还有苏婉赔的这个钱其实是李狗剩给他的酒席钱，明天李狗剩就要结婚了，他要是知道钱被苏婉私自花了，非得当场炸了不可。哈哈哈哈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这个前台是我在村里的亲戚的女儿，我笑着跟她说：替我谢谢大伯娘，让她继续帮我打探着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果然离开酒楼后，苏婉去了对面的一块大饭店，而我则趁着热度立马把999页 PPT 的证据上传了，并配文解释了来龙去脉，包括苏婉从小被我爸帮助，以及她是怎么背叛我爸的整个过程。我还放出了我爸的银行卡流水，证明了我爸不但没有赚黑心钱，并且很多村民还欠着我爸的钱。这下这件事一下就冲上了热搜，我通过这股流量彻底打开了另一个市场，相信之后生意会越来越好。当天下午，苏婉又到我的酒店门口叫嚣了，
王十一，就算你开酒楼又怎么样？我以后也会开的。你以为不给我订餐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总有一天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我才是村里的骄傲。他骂的这几句我倒是没听见，是经理转告给我的。随后经理还说，老板，苏婉走的时候还从一元饭店搬走了好几箱的东西，看着好像都是预制菜。这在我意料之中，毕竟苏婉可不知道，对面那家饭店的老板上个月就来找过我，说他有一批预制菜要过期了，问我需不需要，他可以低价给我。但我的酒楼做的是回头客生意，怎么可能会给顾客吃预制菜？这不是自己砸自己招牌吗？况且那批预制菜还是3无产品，为了鲜香，什么都往里面加。经常吃添加剂的人还好有了抗性，要是被那些肠胃脆弱的人吃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李狗剩结婚这天出事了，而且非常严重，所有吃席的村民都中毒了。因为波及的人数太多，这件事引起了上面的重视，所有菜品都被送去调查。李狗剩和苏婉也被抓走了，然后前台小妹又给我补充了一点细节。十一哥，我妈吃的少，回家后都上吐下泻的，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虚弱无比。据说苏婉把预制菜热了一下，100盘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李狗剩就欢欢喜喜的准备娶媳妇了。村民来吃酒席的时候，也都觉得新奇的很。第一次看见炒得那么好看的菜，个个都端着碗大快朵颐。只是预制菜虽然好吃，但是分量不够。苏婉就想着让他爸以后也接酒席，就让他展示厨艺，加了一盘炒豆角。结果豆角都没炒熟，引发了一些意外，让大家不得不去了医院。然而苏婉被调查的时候，竟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了我的身上，所以帽子叔叔让我也去做了笔录。苏婉一看到我就忙说，我们的菜没有问题，是用他们家的餐具才出问题的。但凡事都是要讲究证据的，不是他胡说八道就能脱罪。后来经过调查，我没有问题，自然就轻轻松松的走人了。见我要走了，苏婉眼中的恶毒都快溢出来了，而我则笑了。苏婉，你好好接受调查，我会找机会来看你的。因为李狗剩和苏婉被抓了，就连对面的一元饭店也被查封了。我就以为事情到此结束，但没想到苏婉的爸爸苏珊竟带人来我的酒楼闹事。只见苏珊很不要脸地说，要不是你家不办酒席了，我们大伙也不会中毒。你知道进医院花了多少钱吗？我妈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，你们简直没有人性。村民们也跟着附和，我们这次中毒耽误了不少事，医药费也花了不少，你总要赔我们一点吧？对呀，怎么说也是一个村的，不能见死不救呀。我直接冷笑一声，谁害的你们？你们找谁去啊？王十一，你爸呢？我们不和你谈，叫你爸出来。怎么？你看我爸好说话，就想逮着他一个人欺负吗？就在这时，我爸从我身后走了出来。一群大老爷们欺负小孩是什么意思？苏珊见我爸来了，连忙低声下气的哀求，老王，你看村里人遭了这么大的罪，花了不少钱，现在都欠了一屁股债。你看你开着这么大的酒楼，家大业大的，能不能帮衬乡亲们一把？帮衬？是啊是啊，不用多，一家给个18000的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我爸听完气笑了，他的脸猛地沉了下来。你们也真够不要脸的！我给村里办席办了10多年了，5年前就是500块一桌，5年后还是500块一桌，这5年物价飞升多快！我不信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一桌菜我的纯利润不到50块，每一分都是我的辛苦钱。你们说我赚黑心钱，那你们得有钱给我赚吧。在座的谁家没借过钱？说着，我爸就从包里掏出厚厚一沓账单。王家上个月搬家，欠了我15桌酒席钱。李家去年给老母亲办大寿，订了20桌，一共2万块，只付了1万块定金。刘家前年给孩子办满月，订了10桌，还欠我2000块钱。正好你们今天都在，刚好把钱都还了吧。众人都愣住了，我也以为我爸是忘记了别人欠他钱，原来他记得一清二楚，是他一直觉得乡里乡亲的就没催着还。但苏珊还是很不要脸，老王啊，这一码归一码，你看你稍微补贴大家一点，他们不就把钱还你了吗？我立马打断他的话，你们继续闹吧，闹到帽子叔叔来，进去住个几天半年的，看你们还敢不敢闹。一说到帽子叔叔，苏珊就害怕了，毕竟李狗剩和苏婉都被抓进去了，所以他就自以为退了一步说，不要钱了，让我当酒楼经理，再给村民们安排工作。我没理他，拿出手机做事要报勾，他们赶紧灰溜溜的跑了。苏婉被判的挺严重的。我妈妈也走了，为什么你爸爸那么能干，而我的爸爸只会喝酒打人？凭什么大家都是一个村出来的，你过得就比我好？凭什么？你悲惨的遭遇不是你害人的理由，更何况我爸，他分明对你有恩。你上大学之后，我爸总念叨着让我去看看你，还记得你在学校突然收到了一件羽绒服吗？是我爸寄的，那件羽绒服2000多，他这辈子都没买过那么贵的，但却给你买了。
你们只是同情我、可怜我而已，我不需要你的可怜，我要的是钱。那你完了，你一辈子都完了。说完我就直接走了。再后来，村民又来找过我爸好几次，不是来要钱，就是问我爸能不能再办一下酒席，就算涨到600块也没关系。原来自从我爸不办酒席之后，他们那个偏僻山村就再没有人愿意去操办酒席，就算有要价也都极其离谱。而且很多姑娘在听说村里的情况后都不愿意嫁过去，最后整个村子越来越凄冷了。最后我爸在我的酒楼当起了后厨，他的厨艺颇受欢迎，大家都说有家的味道。他就像他自己说的，不问前程，问心无愧。我还把他写的这几个大字裱起来，挂在了酒楼大堂里，做起了诚信经营的招牌。从此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。